啊，把这个海诺给他打掉了啊，阻止了 LGD 的持续进攻。来看一下这局比赛，在蓝色方的依旧是杭州 LGD NBW， 红色方是成都一昌会，搬掉了戈亚。这搬戈亚想拿公孙离啊。沈梦溪 AG 给他送上了班位。但如果你要拿公孙离的话，一般就是搬戈亚拿公孙离是很少见的啊，就是为了这样做，这完全就是因为一诺的戈亚太恐怖了。是的。但如果你要是真的拿公孙离的话，那对面还是很有可能出孙尚香的呀，对吧？如果是公孙离的话，应该会 AG 这边选个仓，哎，仓也可以，对，用仓打这个公孙离。那仓的话就不用配太乙了嘛。是的，你孙尚香的话也可以配太乙。红叶最多公孙离，然后外面剩的游走有少思源和空空儿，啊，公孙离这边都能配。AG 这边的话应该是要追手对线，然后直接选个仓。然后看到游走这边，游走这边有苏烈、有空空儿、有少思源可以配。AG 应该是做了数据，肯定是知道小仔的少思源的胜率是7战2胜，而空空儿的话是胜率75%，所以把这种空空儿给抢了，就是给你少思源。是的，仓这边也是一个可以搭空空儿的一个射手。啊。LGD。在对面已经是空空儿的情况下，这个少思源就要考虑一下，不太好打，少思源打空空儿是不太好打的。对，就不好出了。凯，那给小仔再拿个开团的吗？苏烈，5战3胜的苏烈，苏烈加凯，双前排阵容出来的话，对仓的一个团战扛伤能力上来讲的话是很有影响的。然后紧接着 AG 在3楼的位置拿了手真机，因为你这双前排确实是真机2技能随便挂的。对，那这一把的话 ，LGD 感觉要搬打野，而 AG 的话则是要处理掉一些跟长生抢中的，把嬴政这个点给他处理了。打真机好打的，沈梦溪已经搬掉了，嬴政已经搬掉了，沈梦溪都没了，女娲也搬掉了，最多再看看要不搬个小乔。黄铁、大司命、LGD 都给他送上班位。关羽、女娲，女娲这个点也给他处理了。LGD 搬完狂铁又搬了个飞，这5个班位给了3个中翼啊。那看 AG 的第4楼，看他要不要给他边路藏到5楼出。这样的话，选了梦琪，把对抗路藏到了5楼，这样去做一个对位 counter。这把边路如果藏5楼的话，打 LGD 的这个阵容，感觉要么是姬小满，要么是夏洛特司空震这样的，要么就是直接考虑团战如何去切掉这个公孙离，要么就是考虑一手对线和中后期的带线。如果要切的话，公孙离加甘加莫也选小满是特别好的。是的。但你如果考虑AG 的那种打法，就是我带线，那就夏洛特啊，选夏洛特了。AG 确实是一个比较偏运营的队伍，他不是那种我给你猛干的。对，上一把的曹操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就上一把你正面打你们的，渲染上路带一波，下路带一波，下路高丽都带掉了。对，然后正面队友跟 LGD 5个人在那周旋，都周旋的你来我往。这套阵容选出来，中轴 LGD 是给小明选了一个强点，甘加莫也很厉害。LGD 这一把中轴非常的牢固，跟上把一样，对，都很强势。就看看开局会不会有什么换线了两边。如果你常规打的话，苏烈他不是一个对线辅，然后空空的话也是不是一个很强的对线辅，空空更多的是去做一些视野的入侵和侦查，然后2v2的话就是摸你一些装备嘛。是的，反正中轴肯定是弱的。对，中轴必弱，他哪怕空空过去帮，可能都帮不出什么来。应该正常打对线，正常打对线的话 ，AG 下路是个 U，AG 下路 U 上路5-5开。就因为你苏烈确实是在线上的能力太弱了。但是只要甘加莫也有稳定的线权，甘江和苏烈动起来，他们拿到线权就可以去下路帮。对，去下路帮也好，然后去对抗帮也好，都是一样的。
就跟我们今天前2场 BO 我一直在说的那个话题是一个逻辑，只要你就算是双边优，你双边好打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中轴，你一切都是白说。是的，对吧？谁家中路先到，谁线上可以打得更凶一点，然后对面是不敢还手的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可以控边路更多的资源。对。LGD 今天这2把 BP 做的确实很棒，符合选手风格，也符合 LGD 在这个赛季给我们展现出来这5小阵容的逻辑和打法。同时在 BP 上也一定程度的去倾斜到了在这个赛季比较 C 的几个位置，因为在当时打 AC 卡位赛的时候，那场 BO7 的比赛赢的4局啊，小洛1把 MVP 都没拿到。他是小白熊2把 MVP， 然后小仔2把 MVP。这就是我们说的 LGD 最恐怖的是小洛 C 的同时，其他人更 C。那就看看这一把吧，看看 LGD 能不能扳回一局，还是 AG 2比0进入比赛。我是九瓶子，我是解说黄超。初心荣耀，初心荣耀，常规分线。凯是先帮公孙离一起打了劣质，然后空空儿是选择直接跟仓连体，先控红隼。那干将莫邪这种情况下就是要直接去上路帮曹操。先拿一个劣质，这个赤甲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看看长生是想过来看一下，这把3位都是看好的 LGD 的阵容 ，AG 的阵容确实太弱了，前期比较被动，需要等一手后期。下路即便是空空过来帮一下仓。哎，这一波顶回来了中义位置被集火，扛塔伤卡的太多了，最终是被小仔拿到了1血。这波有个接力啊！这是小仔先手，小白熊再砍一下，小明这边也顶，一波接力是把中义从中路运到了自己的1塔。对，从中路差不多线交汇的这个位置给运到了1塔前面。因为这个点的话，中义他还没有到4级嘛，所以没有大招跑不掉。上路渲染，抓一波渲染，3段拍完了，但小洛也没技能再继续追了，把线清完就走。想要去卡线，要让苏烈顶，对越他，开大招。小洛先顶第一波，先打第一波，然后苏烈再冲出去，那算了。渲染这波是个反向走位，如果渲染是往自己的2塔草跑的话，那可能就要出事了。七星光芒剑保住了自己的野怪，然后还打出了苏烈的被动。又是展现个人能力了。他到4级了。上路是 LGD 的2+1，最终还是渲染把兵吃了，把野拿了，同时还打出了小仔的被动。经济上跟小洛只差40块。对，但是关键点是 AG 下路也在2+1。但是 AG 下路这边发育路要对位领先300，对，同时还进到了红区。这就是我们讲的，你上路其实没有能够打出东西来，可是你的下路的抗压，最终是损失还是较多的。这样这个画面就有点没有往 LGD 想的方向去走了，反而是来到了 AG 舒适的环境。是的，就是让 AG 这种运营的逻辑打出效果了。上波小仔帮完小洛，这波小明来帮小洛要帮小洛压一波夏洛特状态，同时拿掉这个空间之灵。现在这个对抗路上经济差了有100多。借来一用。渲染在上路，在被压制的情况下，一直都没有被打回家，用小野怪回自己的血量，然后用野怪叠自己的被动，拉脱，看到曹操过来，先打一套。中下2路线 ，LGD 先拿，他可以摸这条龙。梦奇的话要补中线，这条龙的话 AG 是不准备要了，要给的。长生这波过来是交出了全技能去打小九，想要造一波击杀。对，他交大闪上去的。
想在视野外试试能不能突袭一下。但是一技能没空到，被公孙离的技能拉开了距离。小白熊的话这一波被打到了残血，并且被逼出了大招，但是龙是 LGD 拿到了。这波中轴被 AG 提前处理。在下路前期有着优势的情况之下，目前的经济上已经对位一诺领先了小九快要500了。等小九把这2个兵补完，还是在350。还是在300以内，300左右。上路又来，这个干将莫邪剑全部被走位扭开了，扭掉了大部分伤害，对但这个兵线有些不太敢补。苏烈也靠了过来，但是下路的话，同样的 AG 在换节奏，所以渲染这波直接放塔了。两边其实在互相做半途。LGD 保的是一诺的经济，而 LGD 保的是小洛。A 闪2技能过去，再来个A 一下进攻关键没有能够收到小明，然后紧接着小明的队友赶到，一波起火带走了渲染，渲染差了一点点，但凡多把铁剑这波就杀了。而这波打完以后 ，AG 他做的一个事情是其他人继续做推进。上路补一波线。LGD 一直在打上，这波是渲染主动动手的。这个第一波2技能啊，没有能够打到小明身上，如果打到的话，小明这波就死了。对，这波主要是渲染他用一个霸体扛住了小明的一技能，没有被顶飞，所以他有了继续追击干将莫邪的一个能力。对。但 LGD 的支援来得很快，有后续的支援，所以渲染想造击杀也是办不成了。而且小明的那个闪现是躲掉了七星光芒剑后续的伤害。红 buff 来到了一诺的身上。这上路没法做推进，得往中路靠。小洛经济4300，一诺经济也是4300，4400了。这局比赛2个团队的绝对核心。目前发育的都很好。在另外的一个地方，在打野位上面是 AG 阵容里的另一个经济点啊。对，梦奇，就是小白熊大肉刀加末世。对，小白熊的经济不高，但是小明的经济也没有多高，对吧？干将莫邪的经济也是跟真姬几乎持平的。如果你把经济让给了干将莫邪，那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因为中艺塔有时候是补到了边线，他去吃一些夏洛特的经济，但是小白熊基本上是不会碰小洛的钱的。我想要一闪，没断掉啊，那这波上路的一闪就纯浪费，而且马上8分半的这条龙。曹操是没闪的，不过好在10分钟应该要换节奏。这波 LGD 可能想的是推上路2塔，然后再控一个红 buff。对 ，AG 要回去。AG 这个是推下2塔的话，那上2塔就不要了，但是得回一个人啊，避免 LGD 继续深推。要留曹操，曹操是没闪现的，可以尝试留一下。但有一个凯和苏烈在这顶着。但是看一下下路的。一诺已经把高地推到了残血，而且还点残了小九。干将莫邪跟了过来，往前进，一个大闪，最终小明还是用大招的边缘带走了一诺。但是上路的话也在打，渲染这波追过去也带走小白熊，自己个2技能在这个进攻间滑一下，加了个免伤，自己没死，残血逃生。最终上下齐开弓 ，AG 在上半图是拿下了小白熊和小仔，而下路的话是小明跟过去帮助小九抓到了一诺，1换2。这波总的来说还是 AG 更赚一点，对，他资源拿的更多，既保住了家里的红 buff， 然后在刚刚下路一诺打之前还控到了 LGD 的红，还把下路的高地磨到了残血，然后上路的对抗 ，AG 又是拿2个击杀。刚刚那一波的互推就是两边判断了。
LGD 他做出的判断就是，我让干将莫邪回去，跟着公孙离一起，对吧？去找一诺的这个仓。这波标闪，他这个标闪是有点预判一诺的闪现的。是的。那一诺下路继续单带给这是回放了，刚刚那一波了啊。然后就是在红区的这一波，这一波的话就是 AG 他选择的是让一诺在下路打4-1的那个1，然后这边4个人回头打。如果小明在下路漏了，那这边就是一个4打3，那没理由不追。画面回来，中医好像已经把 LGD 的红 buff 拿走了。就刚那个情况，如果小明不回的话，小九那个点是比较难守住这个下高的。仓刚刚都已经开大上去推了，小九刚才血量已经被压到1半以下了。对。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但如果是让小明回防的话，我感觉 LGD 应该再早一点撤退，就不至于被留2个，不要被粘住。对，就早点开。这波长生一技能冰一下自己，最终一诺在旁边把伤害全部灌到了小鹿的身上，将小鹿草草给击杀。这波是长生，他这边有一个判断，因为 AG 的话已经把 LGD 的中下半途的视野全开了，知道 LGD 在中下半途有多少个人，那你这个时候小洛、曹操在上路啊，就直接被 AG 形成了1波2抓1。对。一诺本赛季使用的仓的胜场场均团战伤害是89516，这个89000的胜场场均团战伤害，你可以理解为他把 LGD 这5个人杀2遍，差不多吧？差不多是这个输出。公孙离一直拿不到红，开大上去贴到了长生，这波给了个大招，自己撤走，闪现交出来，然后其实先光魔剑下路再滑上去，带着干将梅这4剑非常漂亮，直接锁到了大帅，并且还打残了轩辕。这波小明可以，那要等队友补完状态之后，可以出去挤一个主宰视野。小明这波展现了一波个人手法。中义这个位置，这个草没人排吗？小洛去探了，把中义赶走，可以逼一个大招，甚至可以尝试留一下，抬起来顶到墙上。今天我们好像看过一波这个画面，那一波的话是曹操断掉了梦琪的飞，这一波变成了苏烈去断梦琪的这个大招的梦境环游。其实像刚才那个位置，中义就没有必要站的，因为本身他在那里蹲到人，蹲到干将莫邪是有机会形成击杀的。但是你如果是看到对面这么多人过来的话，那就基本上是走不了了。而且他一个梦琪的话，在那个位置，就算是没有人探那个草，他一个回包好像威胁也没那么大。主要他这个出装是有威胁的，他这个出装，他是末世加上冰矛。对，末世冰矛，他这个装备去逮干将莫邪是好抓的。他不是个纯肉梦琪。哇，一诺。又展现一波 AI 闪，躲掉了关键伤害，然后在野区的话，轩辕跟小洛也互打了起来。小明的剑给的很有威胁，但一诺的反应够快的。这在一诺的身上已经不止1次了。这也是这种关键的极限闪现，也是一个选手竞技状态的展现嘛。在局内注意力很集中。对。海奔狼，再来想冲，但是被空空华都看在了眼里。承蒙厚爱，不过把这片视野冲下来的话，有 GD 可以去把这个红 buff 给控了。下路的仓已经露头了，这个红 buff 感觉 AG 要放了。被公孙离拿掉了。啊，梦琪的话是断了一波中路的线，下路的仓断了一波下线。这样 LGD 要管一下中下2路兵线。现在小洛和轩辕2个人是见面就打。LGD 他现在就在等公孙离装备。小九现在9700，小九装备如果跟一诺中间
差这么多的话，现在团战上面射手输出还是不太对等的。感觉快要差一个大件了啊！是的，一诺的逐日快要出来了。这条龙拉脱，小仔的状态很残，但他有个被动在身上。曹操的位置已经被空空儿给探了出来，不能给曹操机会。小罗这波绕失败了。小仔想用自己的残血去勾引 AG 过来开塔，但是 AG 第一时间选择了回头去把左草排出来。闪现，苍过来给一剑，一诺。单点突破。是的，带走了小明。做出逐日的那一刻，交出了闪现上去，直接突掉了后排的干将。然后再跟队友一起连控，打出小仔的被动。顾存林过来之后想补伤害，但是摸不到一诺，他没有逐日之弓。小九就差了这件装备。如果刚刚那个位置小九是有逐日之弓的话，是可以上去打一波一诺的状态，甚至有机会追击的、连击杀的射一直打。对，因为打到了第一下就能够挂上红 buff 的减速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逐日，他身上那个穿云弓差了那么点钱。凯绕后直接砍真机过来，真机一个闪现拉开，空空儿也给大刀转一下，连控凯。龙氏已经被中意拿完。对。但是如果一直是这个画面的话，小洛他无法威胁到一诺。小洛有点跟轩然两个人就是我杠上了，我盯你，两个人就互盯，就大家团战都别对射手出手。对他俩现在就是杠上了的感觉。那就看剩下的人，一诺因为有经济优势，他是频繁的在他这里出节奏，打出了很高的伤害来，甚至还有单点突破。似乎就只能通过小明的这种干将莫邪去威胁一下一诺的位置。但是，一波是被一诺的 AI 闪躲了，一波是被一诺闪现加逐日点死了。现在就等小九这个逐日做出来，急需小九，但等小九做完装备，一诺也有钱换复活甲了。对，公孙离这个位置被控了一下，赶紧换伞撤出来。然后苍这里开逐日上去点一波，一个一技能跳射拉开距离，躲掉了雌雄双虎剑，反而是收掉了小仔的苏烈。苏烈阵亡，夏洛特七星光剑滑进去，一波带走了小明，但自己咬死被凯一刀给拿下。不过在旁边曹操最后的一刀没有能够打出一诺的复活，一诺的复活也已经穿在了身上，反而小鹿的曹操被拿下。剩下了2个人带着兵线 ，AG 想要一波，一个残血的抛射兵清不掉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2比0。LGD 的策略让小洛顺，但是跟轩然两个人僵持不下。对，但是 AG 他这里让一诺顺，一诺顺起来，他是可以造击杀的。对 ，LGD 他拦不住。对。